这是我一切厄运的开始。小姐怕姑爷被我勾引，便将我许给在战场身受重伤、下身残废的萧将军。玉簪，这门亲事可是我费尽心思替你求来的恩典。虽然萧将军现在只剩下半口气是去配阴婚，但他可是萧家独子，你过去就是正儿八经的将军夫人，这福气别人求都求不来呢。小姐，奴婢不嫁，奴婢身份卑微，配不上将军，求小姐发发慈悲，留奴婢在府里干粗活。不嫁，你的身契可都在我手上，由得你做主。你要是不肯嫁给萧敏，我就把你送给城西那个告老还乡的老太监。你这副勾人的身子，到了他手里，还不知道会被怎么折磨的生不如死呢。虽然萧敏快死了，就算救活了，也可能不能人道，但你也少了生子之痛啊，这对女人来说可是好事。我知道他一直耿耿于怀，我与姑爷有过一段往事，这就是他非要将我扫地出门，置我于死地的根本原因。小姐，奴婢对天发誓，奴婢对姑爷绝无半分僭越之心。若为此事，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发誓？发誓抵几个用？发誓能把男人的魂叫回来吗？你看看你自己的，你不知道这有多招人吗？我不把你赶出去，难道留着你给姑爷做通房吗？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男人，男人都是偷腥的猫。玉簪啊，萧家可是镇国将军府，是多高的门第啊！要不是我母亲同萧老夫人是故友，你以为凭你一个贱籍丫头能高攀得上？这样顶顶好的婚事，还不知道被多少人抢破了头呢。你应该跪下来磕头感激我才是。小姐，我真的不想给人配阴婚，大不了我去后厨待着，劈柴烧水洗一辈子的工头，绝对不出现在姑爷面前，求你！我的脸火辣辣的痛，脑袋嗡嗡作响，但肉体上的痛楚远比不上心底那股被随意践踏的屈辱与绝望。玉簪，你莫不是给脸不要脸？若不是本小姐亲自拉下脸面为你作保，就你这副天生浪荡勾引男人的作性，萧老夫人就算是瞎了眼也瞧不上你。你连给萧将军配阴棍提鞋都不配，还敢跟我讨价还价？小姐，您自己看，平日里我都穿得严严实实，连脖子都不敢露半分，难道这还不够证明我的本分吗？求小姐网开一面，别把我往死路上逼。哼，这都是你自找的，谁让你娘生了你这一副狐妹子皮囊，活该你受罪。小姐，出大事了！没规矩的老东西，天塌下来了不成？什么是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将军府派人来传话了，说萧将军他醒了。什么醒了？大夫不是说他伤及心脉，只剩半口气等死了吗？萧将军醒了，他没死，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场荒唐的阴婚不用办了？我不用嫁给死人了？快，立刻备车！我要亲自去将军府探探虚实，绝不能让这门亲事黄了。若昭啊，你可算来了！桂姨，您快别哭了，当心身子。将军现在可好些了？大夫怎么说？哎呦，多谢你为了阿冕的事四处菩萨保佑啊！阿冕他熬过昨晚，如今算是度过生死难关，醒过来了。既然阿冕已经醒了，那之前说好的配阴婚的事便就此作罢吧。太好了，将军醒了，阴婚作罢，我逃过一劫了。桂姨，这婚事不仅不能作罢，还得立刻办。这为何呀？您仔细想想啊，桂姨，这早不行晚不行，偏偏在我们刚定下这门亲事的时候，萧将军就醒过来了。这说明玉簪这丫头八字硬，命格旺啊，她是将军命定的贵人。若是趁热打铁，立刻让玉簪与将军正式同婚冲喜，借着这股极锐之气，将军必定能扫除所有病气，从此身子康健，前程锦绣。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天大吉兆啊！冲喜，这对这无辜的丫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些？老夫人，将军他……太医，这里没有外人，全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您但说无妨。阿冕他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毒气攻心了？老夫人切莫往坏处想。将军虽然失血过多，但凭着极强的意志力，如今已经彻底苏醒，这条命算是保住了。但是不能什么？你倒是快说啊！磨磨唧唧的，急死人了！不能行房事。老夫人小心！好孩子，我可怜的阿冕，你可愿意嫁给这样的夫君，受一辈子的活寡啊？你放心，我知道委屈了你，天大的委屈。只要你肯嫁过来，我绝对不会亏待你半分。你就当是嫁进我们将军府做亲生女儿。愿意，他当然愿意，100个愿意。
良级，堂堂正正嫁入将军府做少夫人，那是他祖上烧了8辈子高香鸡的德，他有什么不愿意的？这门婚事就这么定了，谁也别想反悔。我终究是逃不过这宿命了。父亲陡然病逝的那一夜，我的天就塌了。哭什么？你死鬼爹不在了，现在这家里是我说了算。夫人，人牙子说好了，明早辰时就带轿子来后门接人。算你命好，天生一副狐妹子的惹火身材，等明儿一早就把你卖去城南的暗娼馆。母亲，我是良级，您不能把我卖进贱籍，这不合王法。王法，在这府里，老娘就是王法，给我把他开严实了。我绝不能去暗场馆，我要去求苏公子，他曾许诺高中后定会报答我赠饭的恩情。苏公子，你在里面吗？我是玉簪。苏公子，人牙子明早就要上门了，求你开门救救我！我只求你借我一点盘缠，逃出京城。你还记得吗？你落魄时，我曾日日给你送饭。姑娘，请回吧。苏公子，你在里面为何不开门？苏公子，你竟然为了攀附权贵如此狠心绝情！姑娘，我如今已高中进士，且已与太傅嫡女定亲，男女授受不亲，我不便开门。这里有一袋银子，当是我偿还往日你赠饭的恩情。好一个男女授受不亲，原来恩义竟抵不过前程锦绣。跑啊！你个小贱蹄子怎么不跑了？老娘今天非要把你卖进青楼不可！我不去，放开我！我死也不去青楼！作孽呀！这么水灵的姑娘要被卖进那种脏地方，这当家主母也太狠心了。看什么看？我管教自家的庶女，谁敢插手？给我把她绑起来！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这姑娘我要了，这是50两银票，买她的身籍。哎呦，夫人您真是活菩萨，这丫头归您了。多谢夫人救命之恩，玉簪愿当牛做马，结草衔卵报答夫人。起来吧，孩子，我家若昭身边正好缺个妥帖的贴身丫鬟，你便随我回府，去她身边当差吧。不久后，那位苏公子竟成了我家小姐的夫婿，我只当从前不认识一般，兢兢业业的伺候小姐，不曾想还是被他知道了。玉簪啊，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萧将军虽然如今不能人事，但那可是将军府，你嫁过去便是正室，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再反抗也无意义，身妻在小姐手里，我的命便由不得我自己做主。老夫人，玉簪愿意。玉簪愿意嫁给萧将军，为他冲喜，侍奉您终老。哟，打扮的还挺像那么回事。萧老夫人倒是守信，还真给你置办了这么些体面的嫁妆。我特地挑了姑爷去外地处理公务的日子送你出嫁，免得他见了你又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喏，你的身契还给你，既然嫁出去了，就别再回林府碍我的眼。虽然太医都说了萧缓那方面不行，不能人道，是个废人，但往好处想，你也少了生子之痛啊。你不要担心。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这些，左不过是当自己换了个东家罢了。多谢小姐成全。姑娘，吉时快到了，该上轿了。进了将军府的门，就安分守己，当你的活寡妇，这辈子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真是造孽，冲起冲的这么寒酸。少夫人，将军重伤在床，精神不济，实在无法起身拜堂。老夫人吩咐，委屈您同将军的佩剑拜堂。不委屈。一拜天地。
洞房花烛夜，别人都是坐在喜床上等待夫君来掀自己的红盖头，而我连夫君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将军，你来了。我本无意娶妻，是母亲执意要为你我冲喜，连累了你，我很抱歉。将军言重了，是老夫人救了玉簪，玉簪理应报答。你若是不介意，以后我们可以兄妹相称，你不必尽妻子的义务。今晚是洞房之夜，为了免得母亲在外面操心，烦请你在那张贵妃榻上将就一晚。明日一早我便让人收拾出客房，你再搬过去。好，多谢将军体恤，所有的一切他安排的面面对到，既保全了将军府的颜面，也给了我最大的尊重。这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姑娘，其实呀，夫妻欢好。什么？你学着点儿，说不定能派上用场。你是热吗？许是婚袍太过繁复，有些热吧。那你早些洗漱就寝吧，我先睡了。从小到大，这副惹火的身材给我带来的只有嫉妒和灾祸。嫡母要卖我进暗娼馆，小姐怕我勾引姑爷，可如今我嫁给了一个不能人道的夫君，这份美丽的罪过，是不是终于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藏着了？小姐常说，女人生的这样是浪荡不堪，不知廉耻。若是被将军看见，定会觉得我极不守妇道，将我赶出府去。将军，你不是已经睡了吗？我也可以迟些再睡。小绵，你是个将死之人，休要生出不该有的妄念。他昨夜去沐浴了，为何头发冷成这样？将军昨夜要想沐浴，为何不喊老奴去给您烧水？虽已入夏，但夜里还是凉得很呐。瞧您这冷水澡洗的，约莫是染了风寒。老奴这就去厨房给您熬碗浓浓的姜茶来。夏竹，将军他平日里喜欢洗凉水澡吗？奴婢不知，以前在林府，姑爷都是用热水的。夏竹，下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是。如今满城女子都以纤弱平胸为美，我却生得这般风雨窈窕。将军定是昨夜看了觉得恶心，才宁肯去洗冷水澡，也不愿看我一眼。玉簪给老夫人请安。阿冕啊，你身子不适，我同玉川有几句妇道人家的体己话要说，你先去偏房休息吧。是，母亲，儿子告退。好孩子，别在那儿站着了，快坐到我跟前来。好孩子，我们阿冕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他如今这种情况，
嫁给他，真是让你受委屈了。老夫人言重了，玉簪能入将军府，已经是天大的造化，绝不觉得委屈。太医昨日又来请过平安脉了，他说阿冕在战场上伤了根本元气，怕是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原本族中那些个老管部建议我给阿米过继个孩子，好歹留个后。可我若真那样做了，岂不是用这高墙深院活活耽误了你的一生？你能不嫌弃嫁进来为他冲喜，我已感激涕零。我绝不能再自私的搭上你的后半生。玉簪，我已经替你想过了，若是阿冕真有走的那一日，我会让他提前给你写好一封放弃书。我还会私下给你拨一些良田和房产，有了这些，就算离开将军府，也可保你后半生顺利无忧，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从小被当作丫鬟使唤，被人嫌弃，只当自己这辈子也是来将军府做牛做马的，未曾想他竟替我一个外人想得如此周全。若是我的亲娘还在，有他庇护，我定也不会落入从前的这般境况。婆母，多谢您为我筹谋。瞧我这把老骨头，说这些做什么？倒把你也弄哭了。玉簪，你既入了门，就不必这般见外。你若是愿意，以后随阿冕一起叫我一声娘便成。娘，好闺女，娘还有一事相求。听若昭说你精通医理，会做药膳，以后阿冕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便辛苦你多费心打理了。这是娘的一点小私心，娘只盼着他能活得久一点。娘放心，辛苦交给我，玉簪定当尽心竭力。上一次这样用心做药膳，还是在几年前。那时谢赫轩还不是林若昭的夫君，他父母双亡，穷困潦倒，为了存银子买书，常常一天只吃一顿。我看他寒窗苦读可怜，翻遍医书，日日做药膳送去，帮他调理坏掉的肠胃。这件事天知地知，只有我与他知晓。想来定是他入赘林家发迹后，将这件往事告诉了林若昭，引得林若昭嫉妒。为了将我这个恩人撵出府去，他可真是煞费苦心，连过河拆桥都做得这般理直气壮。将军呢？回夫人的话，将军说主卧闷热，今日一早便命人将铺盖搬去了前院的书房。将军，娘吩咐我给您熬了调理身子的药膳，趁热喝了吧。不能见，若再见他那副模样，我怕是连最后仅存的理智都要崩断。放在门外吧，以后这些粗活交给下人去办即可，不必劳烦夫人亲自跑一趟。以后交给下人，他这是连见都不想见到我了吗？也是，我这般惹人厌恶的身段，将军怎么会愿意多看一眼？把这些外衣和中衣都包起来，还有书案上的几方砚坛，一并送到书房去。是将军，奴才这就去办。将军这是做甚？不是说好我搬去客房的吗？怎么将军自己倒收拾起衣物来了？我东西少，收拾起来方便，应当我来搬才是，免得劳师动众。既然如此，那将军也先别忙了，药膳我刚炖好，趁热吃吧。吃完再收拾也不迟。以后这些琐事交给下人做就好了。你是将军夫人，不必亲自下厨。我做也是一样，我熟悉药理，将军的身体需要慢慢调养，别人做我不放心。不一样。动作快些，今晚就办完。那一刻，我确认一个事实：萧将军，他可能真的不想看见我，他竟厌恶我到了这般地步。老夫人大喜，下官刚才去给将军请了平安脉，将军脉象平稳许多，体内寒气消散了不少，气色也大好。只要继续好生调理，定能转危为安。阿弥陀佛，祖宗保佑！好孩子，玉簪，这都是你的功劳。若不是你日夜操劳，亲自熬制药膳，阿冕哪能好得这么快？老夫人言重了，这都是儿媳分内之事。只要将军身子能大好，玉簪做什么都愿意。
这镯子赏你了，好孩子，以后这将军府就是你的家。多谢老夫人赏赐。夫人，老夫人对您可真大方，这金镯子分量十足。太医昨日也说将军的病情有了好转，咱们以后的日子定会越过越好的。太医说好转不过是安慰人的场面话罢了，我们将来的退路绝不能全指望别人，这些赏赐千万要收妥当。娘答应过我，若是将来真到了那一步，会给我放妻书。这些首饰和银两，便是我们离开将军府后用作和离的傍身钱。有了这些，咱们主仆二人才不至于流落街头。夫人连本将死后的退路都盘算得如此清楚了。将军，萧老夫人定是老眼昏花，她哪里气色好了？萧萧的脸色简直比从前还要惨白。将军，您怎么过来了？可是有何事？有些旧物落在这间房里了，我来找找。将军要找什么，我帮你。我一碰他，他便厌恶的连东西都不拿了。那天以后，我尽可能避免一切与萧脸见面的机会。你看，他毕竟是重病之人，大夫钟主贵要保持心情舒畅，我躲着他，对他的病情也好。躲着萧满虽让人心里发空，但也不至于烦躁。偏偏最近我多了一件极其恶心、极其烦心的事情。谢赫轩那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竟然三番五次的派人暗中给我递字条，字字句句都是想约我私下相见。我连看都嫌脏眼睛，原封不动的全扔进了这木匣子里，全当没有这回事。给将军调理身子的当归、黄芪都耗尽了，咱们去巷口的药铺补些药材回来，顺便看看有没有新鲜的淮山。玉簪，我就知道你这几日躲着不回我的字条是害羞了。我在巷口堵了你3天，总算见着面了。林家姑爷，请自重，你应当称呼我为萧夫人。萧夫人，玉簪，你就别死撑了。谁不知道萧冕是个快死的病秧子？你跟着他守活寡，必定夜夜凄苦。我已经跟若昭商量好了，我在城南买了一处偏静的宅邸，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收你做我的外室。以我们从前的情分，我定不会亏待。谢赫轩，你是不是病得不轻，连脑子都坏掉了？我为什么要放着名正言顺、一品告领的将军夫人不做，去城南那见不得光的狗洞里做你一个赘婿的外室？你不过是个被扫地出门的下贱丫头，别给脸不要脸！萧默那废人给不了你的，只有我能给。下厨，关门，放狗！以后这种疯狗在府门乱吠，直接拿棍子打出去，别脏了将军府的地界。夫人，不好了！夫人，这次可不只是送字条那么简单了，人直接来了。他在咱们府的侧门外头死皮赖脸的守着，他放出狠话，说若是今日见不着你，他就死赖在那里不走了，非要闹得人尽皆知不可。好一个谢赫轩，敬酒不吃吃罚酒，真以为我怕了他不成？谢赫轩，你个混蛋！玉簪，你终于舍得出来见我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林家姑爷，我跟你说过了，我是萧家夫人，请你自重。好，萧夫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三番五次私下派人递字条，如今又跑来将军府大门前纠缠，你这样死缠烂打更会陷我于不义。若是被有心人看到，你不要脸面，我将军府还有……我知道这很冒险，但我只想亲口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玉簪，我很快就要高升了，林若昭那个杜甫的父亲马上就压不住我了，到那时我便不用再处处仰人鼻息，倚仗我那岳丈。玉簪，我会用我自己的钱，在这京城里买一座气派的宅邸，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在这个冷冰冰的将军府里跟着那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守活寡要好千万倍。谢赫轩，你的意思是你要我背叛将军府，去做你那见不得光的外室？谢赫轩，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我为什么放着名正言顺、风光无限的将军夫人不做，要去委屈自己，做你一个赘婿养在外面见不得人的外室？你真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玉簪，你别在这自欺欺人了，全京城的人谁不知道，他萧魔早就伤了元气，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鬼门关，太医都说他活不了多久了。谢赫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曾经确实与你有恩，可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冷酷地拒绝了我。
现在你为了填补内心的那一丝愧疚，便要葬送我的后半生吗？你给我些时日，我会去说服若昭，一定容你进门做妾。我保证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我不会给人做妾，更不会做外事，请你以后莫要再来骚扰我。我的夫君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若是被他知道了你这般纠缠，你觉得你还会有前程吗？你情愿选一个废人，你不选我？我夫君保家卫国，他身上的那些伤疤是他的荣耀。你身为他拼死护下的受益者，根本无权在背后讲他是非。他在我心里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像你，身子虽然健全，心却很脏。将军，刚刚不是一口一个夫君吗？为何现在有这般疏离？将军不要误会，只要我待在将军府一日，我便会恪守妇道，绝不会有二心。时辰不早了，我要去为将军准备晚上的药膳。什么叫待在将军府一日？难道你数着日子想要离开？没那个意思，将军你也疼我了，我总不能告诉他等他死了我就走吧。刚刚你讲的话都是真的？哪一句？罢了。方才我第一次在萧毛脸上看见了血色，他的脸也很红。夫人，夫人，您怎么醒了？可是做噩梦了？无事。夏竹，帮我打一盆凉水来。是夫人。这天确实越来越热了，夫人竟出了这么多汗。夫人，凉水打来了。我怎么会做这种梦？猛然想起新婚夜那天，萧曼去洗了冷水澡，莫非她也？怎么可能？她受了重伤，应当清心寡欲才是。沈玉簪，你清醒一点！玉簪，快来坐下。阿冕说今日是你的生辰，这些菜也是他特意吩咐厨房为你准备的。生辰，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亲娘难产而亡，这世上从来没人为我过生辰。将军，怎么会知道今日是我的生辰？我们的婚书上清清楚楚写着你的生辰八字。玉簪啊，这坛桃花酿可是我的珍藏，今日特意开封为你庆贺，你们二人可不要贪杯哦。我这老骨头经不住夏夜多风，就不陪你们浅酌了。太尴尬了，他为什么不说话？小好甜，这酒真好喝，怎么没了？最后一块栗子糕呢？去哪儿了？我吃了。谁让你吃的？那是我最喜欢的，给我吐出来！啊，你自己来找。你这样是找不到的。那要怎么找？老夫人让我给你们送披风。天哪，不知她看到了多少。玉簪，夏竹，昨晚是你搀我回来的吗？不是，是将军抱夫人回来的。我没胡说什么吧？有啊，夫人抓着将军的衣袖不让他走，一口一个夫君，叫得将军满脸通红呢。夏竹不许胡说，快收拾，还要陪娘去慈云寺烧香。玉簪，今晨听丫鬟说你昨晚醉得不轻，若是身子不适，咱们这慈云寺的香改日再烧也无妨。母亲，我没事。玉簪啊，我知你与阿冕的婚事初衷是为了冲喜，如今他身子健好，你若是有意，我可做主
给你们一纸和离书，放你自由。和离？难道是他让我走的？他昨晚明明……母亲，此事从长计议吧。停下！畜生，停下！老夫人，马惊了！母亲，抓紧我！玉簪，放手！你快放手！再这样下去，我们俩都会死的！我不放，死也不放！母亲，抓紧我！好孩子，你有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放手啊！母亲，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给我上来！母亲，无事了，别怕，别怕，先坐好。玉簪，醒醒，别睡，大夫马上就到。我求求你不要死，只要你活着，我什么都答应你，什么都给你。夏竹，将军今日还是没来吗？夫人，将军太忙了。听府里下人说，那日马车惊马不是意外，是马粮里被下了大量的午时散。将军这1个月都在外头彻查凶手，府里上下如今连大气都不敢喘。夫人，你就别担心了。午时散，有人要害将军府，可他为何连看都不来看我一眼，哪怕是一句话也没有？悬崖边他为我流的泪，难道都是假的吗？我躺了1个月，骨头都快生锈了，扶我出去走走吧。将军，你回来了。这是城东一处别院的房契和地契，还有1万两银票，加上这份和离书。你说什么？这1个月，我想得很清楚，你我本就是冲喜的契约夫妻，毫无情分可言。如今我身体已好，将军府不再需要你。毫无情分？悬崖上你拼死相救，生辰宴上你我那算什么？是不是因为午时散的事，你要赶我走？沈玉簪，你太自作多情了。我萧冕堂堂大将军，需要用赶走女人的方式来避险吗？我只是腻了，拿着这些东西，今日之内搬出将军府，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死里逃生，换来的竟是扫地出门。萧母，你好狠的心！夏竹，你跑出来做什么？将军说小姐用惯了我，让我跟着你，以后小姐去哪儿，夏竹就去哪儿。小姐，咱们现在去哪儿？城郊的客栈又远又破，您身子刚好，经不起折腾。不去客栈，去城东富贵坊看看萧冕给我留的那座别院。更何况母亲之前给我的那些金镯子首饰都在匣子里，咱们本就不是身无分文，不必去受那份苦。沈姑娘，您可算来了。老奴奉萧将军之命，在此候您半个月了。半个月前，他半个月前就让你在这里候着了。是，将军半个月前就亲自小来过这院子。您性子内敛，定不会立刻来，让老奴务必守好院子，不许对外声张您住在这里。将军吩咐过。别院账上预存了2000两日常用度，您手里的1万两银票，将军特意嘱咐老奴转告您，务必贴身收好，是给您傍身应急的，不许动来做日常开销。小姐，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外面张口狂妄，说姑爷1年前战败，是因为他通贩卖国，把布防图偷给了敌军，现在被判死罪，关进天牢了。通贩卖国？死罪！整个将军府都被封了，里面的人听候发落。小姐，我们该怎么办呀？不可能，萧蛮为人正直不阿，绝不可能做出卖国之事。他急于将我赶走，甚至不惜说重话。他早就知道会有今日，是在保护我。小姐，姑爷现在进了天牢，会不会被用刑啊？有没有什么办法救救他呀？别慌，让我想想。我想起来了，父亲生前曾救过一位身染废牢的官员，在刑部任职。我记得他姓李，刑部的李大人。可是，他会帮我们吗？总要试一试。真没想到，堂堂大将军居然是卖国贼，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可怜了那些死在前线的将士。大胆，竟敢拦李大人的官教！民女有要事求见李大人。何人在此喧哗？李大人可记得我？我是沈氏的女儿。你长这么大了。大人，实不相瞒，今日是有事相求，才冲撞了大人。我夫君现在被关在刑部天牢，求大人开恩，让我见他一面。你夫君是谁？萧冕。萧冕，
他可是钦定的通藩卖国重犯，此事干系重大，本官岂敢擅自做主？大人，我夫君绝非卖国贼，民女只求见他一面，问清原委。我父亲生悬壶济世，从未求过大人什么。今日民女替亡父求大人一次恩典。这也罢，念在沈大夫昔日救命之恩的份上，本官就为你通融这一次，但只能半个时辰，多一刻都不行。多谢大人，多谢大人。萧将军是重犯，李大人特意交代过，你最多只能逗留半个时辰。多谢柴大哥通融，民女明白。你怎么来这儿了？将军，将军就是为了这个才赶我出府的，对吗？你是被冤枉的，对吗？你仔细想想，可有什么能证明你清白的证据？我帮你去查，帮你去找，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夫人，他叫我夫人。将军，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时间紧迫，我必须知道怎么才能救你。玉簪，你听我说，你出去之后，什么事都不用做，什么都不做。可是你隔墙有耳，我不便多说，但你相信我，我不会有事。我保证，7天以后，同你一起看日出，好吗？好，我等你。时间到了，赶紧出来。去吧，等我。玉簪姑娘，真巧啊！刚去探望过你那位阶下囚夫君。让开，好狗不挡道。玉簪，萧冕现在可是通藩奈国的死罪，你这将军夫人算是做到头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做我的外室，总比你以后孤苦无因、遭人非议要好得多。谢和轩，你真是令人作呕。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萧冕死定了，你以为你还有什么依靠？乖乖跟我走，我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混蛋！贱人，你敢打我！你再敢纠缠，我定会把你前段日子写给我的那些污言溢语的字条，全都送到太傅府上。看太傅和夫人会不会放过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从前你没少在老夫人面前煽阴风点鬼火吧？你想让他把我赶出去，觉得我无路可行，就会委身于你。可你万万没想到，老夫人反而将我嫁给了萧将军，一个你这辈子都惹不起的男人。你收起你那副恶心的嘴脸！萧将军就算身陷囹圄，也比你这种只会趁人之危的蝇营狗构之辈高上100倍。贱人，等萧莽死了，我看你还能狂到几时！大快人心，原来通藩卖国的是二皇子和丞相那帮奸贼。我就说嘛，萧将军怎么可能卖国？原来是遭人栽赃陷害。小姐，你听到了吗？姑爷是被冤枉的，真凶抓到了。原来是二皇子觊觎太子之位，安插奸细窃取布防图，想置萧满于死地。萧满和太子是将计就义，所以这段时间他都是在装病。装病？那为什么要说自己不行？你回来了！你怎么了？糟了，急急忙忙跑出来。跑什么？你不喜欢？好丑。谁说的？玉簪，你的所有我都很喜欢。你干什么？不是说要一起看日出吗？先看你。不要看，好丑。不，很漂亮。太医怎么说你不行？夫人，玉簪，其实我以前做过一个梦。什么梦？怎么会？他的梦竟然和我的如出一辙。那个替萧冕把脉的太医真是个庸医，昧着良心说话。将军，我还是第一次进宫，这宫里的规矩大，我若是一会儿说错了话，会不会连累你？别怕，有我在，没人敢为难你。萧将军、萧夫人，东宫到了。
太子殿下已在内等候。有劳公公。短短几日，就像做梦一样。之前他还被当成卖国贼压在天牢，如今却成了平乱的功臣。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妇拜见太子殿下。免礼免礼，快赐座。今日终于见到真人了，玉簪果然魅力非凡啊，能把萧冕这座万年冰山都给融化了。太子殿下过奖了。一点没过奖，这小子以前可是个闷葫芦。不过说正经的，萧夫人，你夫君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帮朝廷铲除奸佞，你也跟着受了委屈，你也应当受到嘉许。回头我便向父皇请旨，正式赐你一品诰命夫人。多谢太子殿下恩典，臣妇惶恐。多谢殿下。哎，先别急着谢，萧夫人，你可莫要责怪你夫君这几日瞒着你。殿下此言何意？其实原本我们的谋划中就有装病这一环，太多人想谋害萧冕，只有放出风声说他命不久矣，才能让二皇子他们放松警惕，降低危险。但是说他不能人道，那可是我吩咐太医故意这么说的。殿下，您这玩笑开得也太过了。谁让我同你一起长大？你身边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女子，简直清心寡欲的像个和尚。我便想借此机会好好治治你。原来所谓的不能人道，竟然只是朋友间的戏耍。不仅如此，上回你们在山崖坠马，也是二皇子他们的手脚。他们竟然连萧府的马匹都能动手脚。对，他们本想布局成一场意外，除掉萧冕，却没想到误伤了萧夫人。萧夫人莫怕，这次我们釜底抽薪，借着这通敌卖国的案子将计就计，已经将二皇子和丞相一党这群害敌铲除。你夫君现在非常安全。只要他平安，臣妇便什么都不怕了。恭迎将军夫人回府。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我不活了！将军夫人，你们可算回来了。怎么回事？府里怎么会有女人的哭声？这声音怎么听着像林若昭？她一进门便开始哭，已经哭了快1个时辰了。夫人，你有所不知，前几日朝廷彻查二皇子余党，那谢和轩也被查出是二皇子的党羽。来人，把他轰出去。慢着，他既然是来找我的，便由我来解决吧。将军，你这几日劳心劳力，先去书房歇息，我来处理他。好，若他敢撒野，随时叫我。放心吧，今时不同往日。玉簪，我被谢和轩那个王八蛋给骗了。我不是早就提醒过你，谢和轩不是什么好人吗？我以为招个门第比较低的赘婿，他便能事事迁就我，仰仗我们林家。没想到他是个奸诈的小人，他不仅背着我养外室，还卷入了谋逆的大案。玉簪，现成了全京城的笑柄，我爹嫌我丢人，连门都不让我出，我也是偷跑到你这里来了。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样子，我心里竟没有多少幸灾乐祸，只有一丝悲凉。好了，别哭了，你跑到我将军府哭，难道是想让我替你出头，还是想让我陪你一起哭？我就是心里委屈，我知道错了，我以前对你那么坏，你是不是看我现在的笑话心里……我没你想的那么闲，你的笑话我一点也不感兴趣。还要哭的话，我就只有叫人把你抬出去了。你当初提醒的不够明显，要是你死活拦着我，我或许就不会嫁给他了。林若昭，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你当初是什么脾气？我若是死活拦着你，你怕是会当场打死我。对不起，当初为了逼你嫁人，我还狠狠地打了你一耳光，那一巴掌疼吗？你早就忘了。那你扇我一巴掌吧，你打回来，我们就彻底扯平了。你为什么不打我？小姐，那一巴掌我已经还给谢和阳了。他在刑狱门外羞辱我时，我那一巴掌既是替我自己打的，也是替你打的。从今往后，我们的恩怨两清。那，你以后不要叫我小姐了，叫我若昭。以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不了吧？为什么？我不喜欢爱哭的朋友。我不哭了，我以后再也不哭了。玉簪，从前我那般对你，动辄打骂，你可有气我？没有，你心直口快，虽然骄纵，但本质上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当然，我在心里早就骂过你无数遍了，不过我不记仇的。什么？你在心里骂过我？是啊，我每天都在心里骂。怎么，你现在还要罚我吗？你怎么敢？我为什么不敢？玉簪，谢谢你。回去好好过你的日子，别再瞎了眼。今天被林若昭缠了好久，直到天黑才脱身。不知道将军在书房里忙些什么，是不是等我等急了？
将军，你是谁？竟敢在将军府放肆！将军府又如何？我早就盯上将军夫人了，今日就是来劫人的。大胆狂徒！我夫君就在府中，他片刻便到，定将你碎尸万段！玉簪，你都不知道，在这个书房里，我看着你研墨，看着你低头，我一直都想着你，想了好多次。他竟然这么早就……你这个无赖！醒了。7天以后，我同你一起看日出。日出？你答应过我的，今天我们要一起看日出，是不是错过了？别急，还来得及。我来为你挽发。你会吗？别把我的头发弄乱了。在军营里，什么苦没吃过，这点小事有何难？走吧，夫人。真美，好久没有觉得空气这么新鲜了。是啊，一切都过去了。冷不冷？不冷，有你在身边，一点都不觉得冷。带你来这里，是想让你看到京城最美的日出。这一路走来，经历了抄家、牢狱、生死悬于一线，但只要他在我身边，就总会有安全感。玉簪，日出很美，但不及你1/1000。将军，以后每一天的日出，我们都要一起看。母亲，这药已经温了，您趁热喝了吧，喝了身体好得快些。这几日看您精神大好，我这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好孩子，这段日子辛苦你了。若不是你日夜在床榻前衣不解带的伺候，我这把老骨头恐怕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呢。母亲，快别说这样的话，照顾您是我分内之事。您身体康复，就是我们将军府上下最大的福气。只要您好好的，玉簪多熬几夜也是值得的。敏儿能娶到你这样贤惠体贴的媳妇儿，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看到你们夫妻2人和睦，互相扶持，我这心里啊，比吃了什么仙丹妙药都要舒坦1000倍万倍。夫君待我极好，能嫁入萧家，遇到母亲这样慈爱的长辈，才是玉簪3生有幸。府里的气氛终于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压抑了，连这些花草看着都精神了许多。往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夫人，怎么了？跑得这么急，小心摔着。夫人，林小姐又来了。她怎么又来了？这次还带了不少东西呢，在前厅候着。奴婢真是不明白，她以前那么欺负夫人，现在怎么天天往咱们府里跑？莫不是又憋着什么坏水呢？自从上次他来哭过之后，便时常来串门，说是要弥补从前对我的亏欠，想找个人说话吧。让他进来吧，不过是闲得无聊，奴婢这就去请他。玉簪，我又来打扰你了。林小姐客气了，快请坐吧。快把食盒打开。玉簪，我今日做了你最喜欢的栗子糕，特意送来给你尝尝。多谢你费心了。夏竹，将食盒收下吧。是，夫人。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萧将军呢？今日不在府中吗？他去军营了，今日有要事需要处理。原来如此，你快尝尝看，这次我可是特意请教了御膳房退下来的老师傅，甜而不腻，确实比之前的还要美味，味道很好，多谢。好吃就多吃点儿。说起来，我最近在家里实在无聊得很，太傅天天催着我重新选一门亲事，可是我实在没什么兴趣，甚至觉得厌烦。婚姻大事关系到女子一生的幸福，确实要慎重一些才好，不必急于一时。我知道，只是经历了谢和旭那件事之后，我实在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了。还是你好，是啊，找到了萧将军这样的良人，他对你又疼又护，恨不得把你捧在手心里，在朝堂和军中还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这后半生是有了着落了，我们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玉簪，你真的不怪我了吗？真的不怪了，从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那些恩怨是非，我们没必要再反复提及，徒增烦恼，所以我不怪你。谢谢你，玉簪，我真的
没想到你还能这样对我。其实我当初千方百计的要把你嫁给萧将军，心思并不单纯。一方面我是真心觉得萧将军是个好人，他为人正直，绝对不会亏待你。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是怕你和谢和轩旧情复燃，心里极度的发狂。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堂堂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为了能顺理成章的把你娶进门，竟然是装病。都过去了，你看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是啊，很好。那以后我们就做真正的朋友吧，好不好？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对你了。好啊。将军，你这书拿反了，看了半个时辰也没翻一页。书里哪有夫人好看？这几日想带你去城郊转转，散散心。只要和将军在一起，在哪里都好。将军，夫人，宫里来人了，带了圣旨，在前厅候着呢。去看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骠骑将军萧冕战功赫赫，启自玉簪温婉贤淑，太子请旨，特赐封玉簪为一品诰命夫人。钦此。接旨吧。臣妾领旨谢恩。恭喜将军，贺喜夫人，这可是太子殿下的恩典。有劳公公。恭喜夫人，贺喜夫人。来，我为你穿上。我的夫人果然是最美的。将军，我从未想过，我竟能有今日的尊荣。别哭，你是我此生最珍贵的珍宝，这诰命是你应得的。谢谢你。傻瓜，我是你的夫君。